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我这一期播客呢，想聊一聊关于自信这个话题。前段时间呢，我一直有保持联系的一个高中同学发了一张我高中时期的照片给我，然后他对我说，他认为我的眼神和高中时候的眼神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我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平静，没有高中时期的那种紧绷的感觉。我自己其实是没有注意到的，但我和这个朋友可能1-2年见一次面，所以他可能对我的变化更敏感一些，因为我自己看自己每天都在看，自然是注意不到那种细微的变化的。于是我就在想，我真的有比以前变得更加自信了吗？然后我逐渐意识到，现在的我的确是比高中时期的我，甚至是比几年前的我更加自信的。但是为什么呢？今天我就想和你一起来回顾一下我认为的我自己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首先，在初中和高中时期的我，其实并没有所谓自信不自信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当时我所关注的事情就只有一件，那就是学习，或者说这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青少年来说，在高中或者大学之前，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只有学习以及在考试当中的表现。我高中是在贵阳的最好的一所高中读的书，在那所学校里，每个人都曾经是初中学校里表现最好的那一批人，所以当大家集中到同一所学校之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厉害，原来是班上的第一名。但是当所有人都到同一个地方去比较之后，自然区别就出来了。那我也是这样，我在初中的时候表现一般都是年级第一，但是到了高中之后就只能说是中等的水平。这种落差感其实对青少年的自信会有很大的打击。虽然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整个人的心情和在考试里的表现相关性非常高。考试分数高我就高兴，考试分数低我就不高兴。而且大多数时候，因为我太在乎自己在考试里的表现，就导致我其实大多时候在考试时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展现自己的水平，所以结果都不是很好。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越在乎考试，我的表现就越差，然后我的表现越差，我的心情就更不好，然后会更在乎考试。所以可以说我高中时的自信水平非常的低吧。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稍微好了一些，因为在大学时期我尝试了蛮多事情的，除了学习之外，我还参加了很多社团的活动，在社团里也表现得不错，后来做了一个社团的社长。然后从大三开始，我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实习，所以我的注意力也被分散到更多的地方。所以虽然在大学里我的学习只能说是一般，但是在其他方面做得还不错。所以我认为当时我的自信水平是比在高中时期高一些了的。然后大学工作之后，我的自信水平怎么说呢？也许有一些下降吧。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在工作的那个地方，其实同时间进入这家公司的人都比我年纪要大一些，然后经历都更加的丰富，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知道的太少，然后工作能力没有他们强等等，这样一种和他们比较之后产生的不自信的感觉。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就来了荷兰，然后在荷兰读了1年的硕士之后呢，找了一些工作，到现在为止在荷兰我已经工作了快4年的时间。而我现在的工作是我整个职业生涯里的第3份工作，听上去工作的时间也不算很长，也没有换很多的工作，但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变化还蛮大的。就我觉得自己其实比我刚本科毕业时工作的那种感觉更加自信，我更清楚自己能做的事情有哪些，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也更加有底气。很多时候我也没有把自己和别人去做比较，所以回到播客开头，我的同学对我做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一个评价吧，那就是我现在的确比我高中时期要自信很多。那回顾了整个我自信水平的变化之后，我也想聊一聊背后的原因。第一层原因也是比较表层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意识到了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并不是由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刚有提到，我高中时期我评价自己和评价别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考试里的分数表现。然后在大学时期，我对自己的评价标准变得稍微多元化了一些，除了分数，除了考试之外呢，
还有社团活动里的表现，还有实习的表现等等。所以在大学时期的我比在高中时期的我要自信一些。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评判标准又变得比较单一，那就是工作能力的高低。但是当我来了荷兰之后呢，我意识到很多人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擅长的事情。比如说有的人很擅长做饭，有的人很擅长跑马拉松，有的人工作能力很强，有的人钢琴弹得很好。那当有了这样一个非常多元的多样化的评判标准之后，你就会意识到我不需要用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果我在某一件事情上的表现不是很好，那我可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那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之上，我就可以很轻松地取得不错的结果。所以当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见的世面越来越广，获得越来越丰富的经验之后，我的价值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这对于我自己的自信水平来说是有很大帮助的。那第二层我变得更加自信的原因是，当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其实有不断的尝试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大学毕业之后有去学过一段时间的西班牙语，有去学过几年的指弹吉他，然后我现在也有学过一段时间的画画，然后有在学习钢琴和音乐等等。当我尝试了很多事情之后，我发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真的还蛮有天赋的。这种天赋就是好像对我来说是非常轻松的事情，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很困难、很难做到的事情。当然，我也有不擅长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花的时间更多，取得的成就更大，所以成就感也更大。这也就让我不那么在乎自己不擅长的那些事情了。所以通过不断的尝试不同的事情来发掘自己的长处，发掘自己的天赋，然后通过不断去加强，花更多的时间到自己擅长的事情上，也是一个增加自己自信，给自己带来成就感和价值感的一个方法。那第三层也是我现在在探索的一个事情，那就是不把自己和别人去做比较，然后也不需要别人的承认来让自己感受到成就感。这其实和我最近在读的书有关系。最近我有在读一些关于 Stoicism， 也就是斯多哥主义的一些的书籍。那斯多哥主义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上，而不要去多关注
自己没办法控制的事情。比如说，我如果把自己的表现和别人去做很多比较，然后因为比较的结果而感到开心或者不开心的话，其实是违背了这个原则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表现，我只能控制自己的表现，所以我对这个比较的结果是没有控制的。所以如果我把自己的开心和不开心依靠在这个比较的结果之上的话，那其实我就是把自己的幸福感挂钩在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上。那同样的，别人对我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可以表现得更好，我也可以表现得更有趣，但是最终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和他自己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我的表现也许能够部分的影响到别人对我的看法，但这个影响不是100%的。所以如果我太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那我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自己没办法控制的事情上。所以这就是斯多葛主义对我最近的一些影响吧。我也在尽量的让自己去践行这样一种做法，但说实话还挺难的，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并且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完全不和别人比较，都是挺难的事情。毕竟这是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这样一种寻找自己价值感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是有用的，就是读了这些书之后，自己在有意识的让自己去改变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也许过几年时间，我真的能够达到第3层的这个境界，然后实现真正的自信吧。最后呢，我也想再聊一个事情，那就是中国人在西方社会里面临的一些问题。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处世哲学吧，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过于的谦虚，不太喜欢告诉别人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拿到了什么样的成就。我们更愿意让别人来发掘我做的事情，而不是我去告诉别人我做了哪些事情。但是在西方社会，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这边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在西方社会里，我们需要 show my work， 就是向别人展示我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做了哪些事情，从而让别人意识到我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很多中国人来了这边之后会面临一个文化冲击，那就是他们过于谦虚，不太会去告诉别人自己的能力和做成的事情，导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好像都不太有自信的样子。但其实这是一个文化差异。但是如果
我在这里生活，也许我就需要改变这样的做法。我需要让别人意识到我是自信的，我能做到很多事情，我也对很多事情有看法，所以这也是我来了荷兰之后学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大胆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当我改变了以往那种把很多事情、很多问题和想法都放在脑子里不讲出来的做法之后呢，这对我的自信来说也有一定的帮助。那以上就是我想聊的关于自信的内容。不知道你对自己的自信水平是怎么看的呢？你认为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认为你原来5年前、10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比较的话，你有变得更加自信吗？欢迎留言告诉我。这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